钥匙还给我，要不然我也曾揍你，老子也不让开。你他妈的畜生呢！加油们，加油们，找死！不要走了！把女儿还给我！掉头，快跑！赶紧放我大孩！师傅！小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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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老汉，你醒呀！老汉，你别睡呀，老汉，你醒呀！老汉，你醒呀！老汉。燕儿，老二没死，老二，你爹要奔精神不？啊？老汉，你醒呀！老汉，你别睡着。师傅，快叫救护车！哎，好。师傅，快把他拉出来，快！啊，师傅，醒醒，你别睡，师傅。怎么样？骨头应该没事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别睡。老梅说轨道上有刹车的，下个路口左转，那儿有个修理厂，他在那儿等我们。俺叔叔，管我的人贩子在那儿。要去，哎。这就是3所学校范围内唯一的市政工地，只有这一片没有监控。干活吧。哎，老板，麻烦看一下，你见过这几个孩子吗？那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拉顺风车的人？不晓得。见过这几个孩子吗？请问你见没见过这几个孩子？你见过这5个孩子吗？没见过。认不到。我没车的哟，平时我进货呀都是拿那个板板车去进。麻烦了哈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要找那个顺风车，可以去查下那个店儿。他们家老板儿买菜的时候特别喜欢顺路拉人。我是劝不动他。小乔，你不是外人，你说他该不该留下？何叔，连这个师傅都劝不动，
我就更没资格说话了。你怎么能没资格呢？师傅的话他不听，你的话不一定。啊，你不用说了，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，你希望他留下。哎，人家小乔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，你也表个态。师傅，您别为难人家了。北京我肯定要回的，我还有课呢。明明是你在为难小乔，人家心底里希望你留下来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何叔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该放下就放下吧。你就放小冉哥走吧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还这么要强啊？你明明……师傅，您就听他的吧。冉方旭，我以你师父的名义正式命令你留在魏阳。明天一早回北京的票。翻我锅！东边不亮西方亮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哎，冯队，哎呀，何警官，案子办得不错，竟然让嫌疑人倒打一耙。别看他们现在闹得欢，回头我就让他们拉清单。别回头了，一会儿你就去人事科把回去的手续办一下，顺便把小冉叫过来，我这缺人手。老队长，别呀啊！这还有1天时间呢。当领导说话总要算数噻。1天的时间够什么呢？还不够你扯皮的呢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嬉皮笑脸的啊！有多远滚多远。王队，我知道，您嘴上烦我，其实您是烦那个矿场那个案子。哦，对了，小冉昨天抓了那个扒手。就那个栾洞子，我觉得专案组应该突击一下子。扒手啊，问问他有没有窝藏一个印着轻松水泥的公文包，里面有份重要的文件，说不准能派上用场。何远航，你说清楚，什么公文包啊？何远航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个孙正勇啊不在店里，不过让我发现6月30号那天他突然关店，就冲这一点他就有嫌疑。我正在查30号的监控，看看他这天有没有在元龙里出现过。要查就查个底儿掉。哎，兴龙，你把30号以前的录像都拿过来。啊，行。打个电话。哎，你好，小乔吗？何警官。哎，是我。小何已经睡着了。他已经睡了。要不这样，你看能不能麻烦让他在你那儿睡一晚，明天我让他姥姥来接。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何警官，您就别让老人家麻烦一趟了。你要是放心的话，就把地址告诉我，我明早把小何送过去。放心，放心，100个放心。记一下啊，地址是幸福家苑2单元102。
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那个地址我已经记下了，明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小何送过去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啊，先挂了啊。小乔啊，以前不了解，现在看来啊，哎呀，还真是一个懂事知大体的好姑娘啊。哎，这屋里可就2个喘气的，别假装听不见啊。我听着呢，你继续。哎，你说这袁龙啊，不是传封建迷信，就是搞造谣诽谤。你说小乔这么好一个姑娘，竟然污蔑人家是二奶，这也太过分，太欺负人了。等我有时间呢，我要好好杀杀这里的歪风邪气。是得好好杀杀。嚯，你这是拉来一个录像店呀？您不说都要吗？这2个星期的都在这儿了。哎呀，你慢慢看。徐璐啊，晚上少看报纸，伤眼球，是吗？哎，我问你个事啊，我们啊要找的人就是这个尖嘴猴腮的，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啊，不认识也没关系，正好配合一下我们工作，帮我们找一下，也休息一下眼睛。这还算休息眼睛？不是，我还得值班呢。找着人了有奖励。啊，那可以帮着找找。哎，来。哎，看见眼熟的可疑就赶紧叫我了。方妹。眼花了，眼花了，我透透气。我眼睛……哎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不行呢？哎，你接着看啊！我真花了。哎呀，接着看，接着看，实在不行啊，让冉警官给你买2斤羊肝补补眼儿啊！哎，小何，怎么了？你也眼花啊？不是，你快看。哟，找着了？哪天呢？6月27号下午1点23分。那对上了，完全对上了。这孙正勇27号到17楼齐王医馆踩点儿，发现医馆倒闭了，然后就骗徐萌30号带着他爹去治病。接着呢，他就把这消息透露给买凶小灰狼的人，借机让小灰狼当替罪羊，自己埋伏在楼里，伺机控制徐萌父女。这完全对上了。可是徐萌父女明明坐电梯去的18楼啊，他是怎么料到的？这还不简单，他就骗徐萌说医馆搬到了18楼。那他又是怎么抹掉的脚印呢？我说你怎么又开始10万个为什么了？我这就把他地址查出来，把他逮到你面前，让他告诉你为什么。等着，找不着他了我。等一下！这
然就和不是那他心嘴猴腮吗？这是哪天的录像？这不是录像，这是实时监控啊！快，走！我，哎，10级楼，16层下，然后把2个电梯同时按1楼，然后从楼梯间去17层，你东我西2头堵。老何，论现场抓人，还是你有经验。该学的东西多了，知道吗？不过就是想不明白，这小子这会儿跑袁隆里来干什么？哎，我在书上听到过一句话，凶手和恋人都喜欢事后重返现场。还有这个说的，要学的东西还多。孙正勇，警察。哎，站住！小冉，他往你那儿去了。任方旭，抓犯罪嫌疑人是警察的必修课。你得破了这心魔啊！你这警体课是怎么过的？闭嘴提气，正面迎敌。马步侧弓，挡击半腿。怒吼虚拳，提气击斧。哦，行了，还想跑啊？老何，得亏有你远程操控，自信。你没事吧？这边，好的。彭队，彭队，哎，这是破了啊，还得审呢。哎，下面。孙正勇，不绕弯子，徐萌在哪？徐萌？你说的是梦梦吧？梦梦在哪儿？他带他爹走了啊，买的是7月1号的火车票啊。你亲眼见他们走的？那倒没有。有一天他过来找我，说跟我借点钱。哪一天？大概是6月底。他说有人威胁他，要把他搞死，就想带着他爹远走高飞，又怕路途太辛苦，老头身体吃不消，就想着走之前去齐黄医馆做一次理疗。我看他说的太可怜了，我就借了他3万块钱。不成想，前脚借完钱，后脚就找不到人了。你把他们俩藏哪儿了？我没藏啊。警官，是不是梦梦出啥子事情了？你借了他那么多钱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喜欢他噻。说说怎么喜欢？他那个工作啊，你们也晓得，我就经常跟他的踪。有一天我喝多了，我想跟他耍朋友，他觉得我说的是醉话，就没同意。我当时我就毛了，我就跟他吵起来了。
然后就把他控制住了，是吧？没有。你有没有送过徐梦衣服？送过。送没送过宝芝裙子？宝芝裙子应该送过。不得啥子来着丝儿？不得豆腐那恐龙丝儿。那点不能停车哈，那点不能停车。好噻，停车哈。人哪儿去了？哎，这是哪个屋头的亲戚吗？你们看，那个男的咋个穿个黑袍子？床头娃娃也不服呀！强哥，强哥，18层不是早点没得人住的吗？强哥，你看见他背上干啥子？没得啥子。我去省城开会，听清点哦，我出事。好。保洁说少了18楼。18楼，再少晃1000都闹鬼哟。 18楼不是偷开记录簿被烧掉了吗？到哪去了？啥事了，老王？哎呀，王五乱，你在做啥子？啷个那点儿还有2个脚印嘞？
还没上班就先吐为敬啊！第一天上班的娃娃，没退完刺的黄瓜。我这是晕车，您开得太快了。小刘啊，吐完了过来啊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过来啊，跟你说几句话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咱俩今天呢是临时搭班啊，虽然是临时的，但是也要捋清楚关系。我知道，冯队说您是借调来的，还有1周就回去了，叫我在叫你是少给我惹麻烦，是不是？叫我在专业上好好带带您。谁带谁呀？你个青钩子娃娃，知道我干了多少年吗？可您一直在派出所，我学了6年刑警。哎呀，你那是纸上谈兵，废话不多说啊！师傅带徒弟是队里的规矩。冯队只说让我跟您搭档，搭档也得有长幼尊卑。我是师傅，你是徒弟，咱俩处顶，听我的啊！那您说今天怎么查？这就对了嘛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元龙里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负责的片区。当年呢，施工挖出了一个衣冠冢，从那以后，这里的人呢就开始疑神疑鬼，迷信氛围浓重，没事成天瞎报警。所以呢？所以就要按兵不动，先让他们冷却冷却。我不同意，迷信氛围处置不及时，容易出现群体事件。我刚才说的规矩都白说了，是不是？我是师傅，你是徒弟。师傅说什么？何师傅，咱能去办正事了吗？什么何师傅啊？你当我是修车的啊？倒是像个修煤气灯。什么煤气灯啊？煤气灯操纵 ，gaslight。说谁该死呢？年纪轻轻没礼貌。都在刚刚，元龙里出了个大事，晓得啥大事？一个女的被个男的坐电梯闹事骂了，太吓人了啊！一男一女2个人被黑袍整个一裹，被逮了，那骨头渣都没剩下，我是看得最清楚。你看得最清楚。老孟，哎，来，骨头渣子都没剩啊！行，我说，这衣服是我家的。你不是说他裹走2条人命吗？那就是证物，我得没收，回去化验。还有谁看得最清楚？风吹草动就报警，炸糊多少回了？你们2个啊，一个居委会，一个保安队，不平息迷信谣言，还助长犯罪，报假警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晓得。无受害人，无加害人，无家属报警，立案依据不充分。再说了，这派出所都来人了，来吧，把字签上吧。再有1个礼拜，我这借调就结束了，能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关键节点啊，鸡毛蒜皮的事儿别去刑警队找我，背了案子走不脱。哎，钱了。我钱到哪儿？哎，这个小同志是？哦，小刘啊，哎，这是我徒弟，刚毕业，刚来上班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以后你们多关照。您好，我姓冉，冉冉升起的冉。还有，我不是他。你好，你是李铁林，是不是你一回头就看到那个女人和老头不见了？是噻，那个女的穿个白裙子蓝皮鞋，哎，一下就没得了。想知道他们怎么消失的吗？你把赶3轮的过程再演一遍，演完回头看我。要得，哎，那点不得停车，走噻，走噻！鬼老子你放手！真的我，哎，没得了，不是没得了。这儿呢。都以为进门必走大路，他们却贴墙根，避开了视线。这就叫心理盲区。你们看着我再走一遍啊！哎，这把戏都给戳穿了，还在这瞎折腾什么呢？这叫沉浸式体验。国外探案案例都有说，把自己想象成别人，还原其行为动作。什么体验？
泡水体验。从这儿到那栋楼，走大路更近吧？他们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呢？哎，你跟我来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收队了，人家没找刑警。冯队接电话让我们来看看情况，我们楼都没上，也太没责任心了吧？什么叫没责任心呀？报假警才叫没责任心呢，而且还浪费警力。两位警官，是我们小题大做了，你们请回嘛，我去跟区所说一下。等等，区所？哪个区所？区大海？对啊，我都是报了个110，区所就来了。他在楼里呢。嗯，我去看看。那个女的背着那个老头，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的，还把孩子拖了。除了拖鞋还干什么？还带了这个。哎，有法子，有法子，有法子。我去捡。毛毛躁躁，快点！区所，小心脚印。哼，什么玩意儿？韩小航，你个鬼儿子啷个来了嘞？哎，小韩，收活，瞎忙活什么呢？收队。我让你们收了吗？干活。这踩得乱七八糟的，这是勘察现场啊，还是破坏现场啊？嘿，谁说我在勘察现场？我在找人，干活。我看谁干。麻烦让一下，挡到痕迹了。看见了吗？刑警都在干活呢，干活！哎，我说你小子。哎，这小子挺有意思，叫什么？我徒弟冉方旭，公安大的高材生。公安大？嗯。你徒弟？不是我徒弟，我能给带这儿来吗？羡慕吧？想不想去刑警队？要不我替你跟冯队说说去，公安大的徒弟也归你，安不安逸？这木板挡的真不是地方。哎，这个还是你师傅在派出所扫黄的时候亲手拆的呢。嗯。借用一下。他不是我师傅。哎。你个龟儿子！马强，哎，开门。啊，好。不好意思，受了个气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这都不懂啊？这叫泡水体验，对吧？这叫沉浸式体验。这门框上有个钉子，门沿的灰也被蹭掉了。目前判断，黑风衣是被人有意挂上去的。悬挂的距离刚好开门时能够罩住一个成年人。恶作剧啊！但有个疑点，脚印到这儿就消失了，并没有来回的脚印。那边都让曲大海他们踩成鸡汤了，还怎么查脚印？尘灰有厚度，新脚印、旧脚印也是有空隙的。还是方旭同志有责任心，查得清，问得勤。哎，不像某些人啊，脑壳装豆花，一板一花。你才是脑壳装豆花。那去，哎，底盘这么不稳，怎么当刑警啊？37码的脚步，背个老头能从小区外走这么远，这个女人体力还不错啊。哎，
这也就是你们公安的基础课程吧？基础课不教生活常识。你小子！看见什么了？哎，4个烟头，从新鲜程度来看，吸烟的时间在2个小时之内。从燃烧痕迹看，吸烟的人情绪急躁，有的抽了几口就扔下去了。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烟吗？多少钱一包？3杆花一吸，老板标配20块一包。你确定之前屋子里面是没有脚印的？应该确定。我们是来找人的，怎么可能不采吗？那也别踩那么多脚啊！何所，徐所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啊，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人。监控录像我也看了，也没回电梯啊。这2个大活人，怎么不可能凭空就消失了？他得有个去处啊！楼梯的2边门外也都是锁着呀，还能去哪儿？听起来像个广义密室，3条通道，楼道门上锁，电梯又在监控之下。对嘛？要是不诡异，我就不给冯队打电话了。哎，我看你们刑警队趁早立案吧。啊，立什么案？立个屁案！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吧。门关着呢，外面锁着呢，开不开？看见了没有啊？这2个人就是这么出去的，这门就没锁，还立案，这就是个恶作剧，知道吧？何警官，不是的，这个楼道还有这个窗户，还有那个锁，锁怎么锁？不是在？哎！要这样操作，不要让快去！大爷，我有急事儿，您下一趟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当着警察面出错，太他妈猖獗了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走回去！哎！这楼里头有坏人，把娃娃黑到了。哎，刚才楼梯间里跑的是不是你啊？啊，你跑18楼干什么去了？这个娃娃也看到了，他还跟那2个人有肢体接触。我问他，那你把我们锁到楼道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怕你总来抓我。小朋友，别害怕，你是看见那2个失踪的人了吗？我看到他们2个人手了，这不是人手，是鬼爪子。鬼爪子？是不是又是你跟他说的鬼爪子呀？
你看，我就说嘛，都是那两个人装的，撞到爸爸也不服呀。哎，那两个人撞了几下啊？都一下。一下浑身都是伤，开拖拉机怼的。小朋友，你这些伤在势，走的时候摔的。何警官，你听我说，锁是我们检查的时候挂上去的。我不管谁挂上去，我就问他是不是没锁上。是没锁上。啊，那没锁上，那两个人是不是从那门就可以走出去啊？好像是哦。勘察半天，连个通道都没搞清楚。老曲啊，就你这水平，我在冯队那儿怎么帮你说话呀？我用你说呀，还出去做啥子？那就是个恶作剧，回去捡东西，走腿。早喊你收你不收，香港回归都赶不上热乎的。嘿嘿。何警官，我觉得有必要。说吧，你觉得有什么必要？马强说西侧走廊根本没有任何脚印，他们还说这衣服裹走2个大活人呢，一天到晚造谣生事，他们这话能信啊？你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就直说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我就是想把这个案子搞清楚。听好啊，第一，这不是个案子；第二，你要想继续查，我劝你换个搭档，不要耽误你回去当副所长。我知道，一开始就没看错你，全程搞密气的。哎，你刚才是不是骂我呢？哎，小伙子，看没看见小冉？小冉？什么小冉？冉冉升起的冉啊！你新来的吧？恒恒，吵啥子吵嘛？没看都在工作吗？我在找小冉。杨龙里又有状况，干你的活去，别一天到晚净想着给我裹乱。那冉方旭在档案室猫着呢，你好好劝劝他啊。要不接个电话，打了5分钟，一个个的懒散。这个就是老何。老汉，你咋个又来了？在单位叫啥子老汉？你冉叔叔呢？你找他干什么？你别管，他人呢？哦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一点精神头都没有。谁天天待在这里不犯迷糊啊？有本事你把我调到外勤去！冉方旭，冉方旭，冉方旭，你以为你站在马桶上我就看不见你吗？出来，我们开。师傅，我拉肚子了，上吐下泻，我哪儿也去不了。你是鸵鸟吗？站着拉稀，给我出来！老子给你数3下，数到300我也不出来。你等着。1、2、师傅3。哎哎哎！
师傅，刚写好的教案。嘿，你那些啊，都是纸上谈兵的废话啊！我呢，有个事关乎我的名声。您啥名声？路上说。哎，师傅，我还有工作呢。嘿，那也叫工作。有些人啊，天天想去干外勤；有些人啊，就想赖在档案室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哎，你问一下谁呢？师傅，咱能开慢点吗？慢点儿。想当年咱俩头一次出警的时候，我油门踩快了一点儿，你就吓得屁滚尿流。我那是晕车。再说了，您开快车也不是赶着查案的。放屁！说的我好像多没责任心似的。反正咱俩第一次搭档，我姓啥您都没记住。我怎么就？好了，就到这儿了。那个地方我不敢开过去，邪得很。雨晴，哎，好，下车。您没告诉我来元龙里啊？废话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还来吗？赶紧下车。我就回来出个差，再待1周就回去了。你再有7天就回北京了？您不会是想带我来查案吧？哎，这个孩子叫韩子昂，失踪还不到48小时，还没立案。我从家长那儿了解了些情况，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就答应帮他们找人。你师傅这些年找人那是有一手，人送美名，老神仙。既然事情不简单，就应该交给警方处理。都说了还没立案，我现在就是个热心市民，帮忙找孩子。你来都来了，高低帮我一把，这招牌不能砸。师傅，我现在就是个教书的，您也退休了，咱都不适合查案了，还是走吧。哎呀，你别跟我废话。那18年前我也想7天以后拍屁股走人，是哪个小王八蛋说我没有责任心的啊？对不起，师傅，当年是我连累您了。哎，你没有错啊，谁都没错啊。要说错呢，那都怪你当年跟我没搞好关系。哎，我怎么没跟您搞好关系了？我叫师傅叫的那么亲。呸！你别给我浪费时间啊！下车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。你小子，口口声声说不来元龙里，怎么进了小区跑得比贼还快啊？还不是您又搞煤气灯？哎，不上网吧？现在不兴叫煤气灯了，叫洗脑。走吧。哎呀，歇哈儿嘛，歇不得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。这个楼啊叫魔楼，每隔一段时间要带走一个人的。有那个警察都洗白在这个地方了的。是嘛？有个警察还是管这一片的，叫何啥子的。死的时候那么粗根红衣枪，直接把身体剁穿了的，尸体挂在那个墙上，死得惨得很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看你们俩才挂着死相。大爷，我又没说你吼我爪子嘞？哎，师傅，哎，你别拉着我，我倒是要问问，我是怎么挂在墙上的啊？哎呀！师傅，这元龙里早就有封建迷信氛围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何必较这个劲儿呢？我要是不骂他们，下一个被说死的就是你。
这歌谣现在还唱呢。要不是当年你坚持把这案子查下去，这所谓的魔楼不定收多少颗人头呢。侯一航，请我吃饭。凭啥子啊？你不是要查案子吧？我帮你插个队，早点把报告出了。哎，还有6天我就回派出所了，整什么案子？证据都送来鉴定了噻，两枚指纹，4个烟头，1件风衣，还有一盒录像带，留的是你的名字。我都挺好的，就是跟何远航同志不太合拍，您能不能给我换一个搭档？第一天就要换呐？何远航怎么你了？觉得他没有。哎，老队，我来找我徒弟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你徒弟。年纪小，心眼也小，随便说句话反应这么大啊！我不是心眼小，我是负责任。王队，您也看见了。脾气不和，性格迥异，经常吵架，影响效率。反正呢，我也快回派出所了。要不您给他再换个搭档，我也把手头的事儿交接一下。啊，合着你们俩在我面前唱双簧呢是吧？啊，说吧，你们查案需要什么支持啊？哎，冯队，我们这不是演戏啊，我是真心的要跟他分开。王队啊，冯队，哎，袁龙里那个丢人的案子，有群众过来反映一下情况。反映什么？何远航，注意态度。你们警方是没得觉得咋个，但小区里面传的凶啊，有人说失踪的2个人是黑白无常。那个楼就是他们的食堂，还有人到处传唱啥子元龙里18楼，18个小鬼18个头，鬼扯，肯定是哪个在那里鬼话连篇。冯队，那元龙里当年动工的时候呢，确实挖出过一口棺材，但那是3国时期的衣冠冢，里面根本没人。像这样的事，让居委会反一反迷信就好了，何必让刑警队出面呢？但问题是，元龙的构成比较复杂，里面住的啥子人都有。昨天有人离奇失踪，现在又传出这样的歌谣，搞得大家是人心惶惶，还请公安查清真相。何远航，昨天那个案子到底咋回事啊？曲大海已经给定性了，就事装恶作剧。那根本就不是恶作剧。冯队，我昨晚走访了目击者，证实了3件事情：第一，走廊深处根本没发现脚印；第二，那把锁是保安挂上的；第三，楼道门的玻璃是梁老伯打碎的。所以，何警官昨天说的离场路径根本就不存在，那2个人的消失依旧是个谜。说得好，方旭同志说的对，领导说的对，小问题不重视，往往会发展成大问题的。人言可悲噻。有人说何远航啊是走后门进入刑警队的啊，坐。其实呢，他是我千挑万选才借调过来的。方队，何远航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在他那管辖片区内啊，常年的破案率最高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在他身上有你我看不到的长处。他在有些方面啊会帮你不少。当然了，你从专业的角度啊，也可以好好的带他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冯队，
啊，那袁龙里的案子，还是你们两个一起跟。侯总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停，往前倒一点。这儿。好像是个盐哦，能看出是什么牌子的盐吗？啊？那看不出来哦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这应该是贴膏药留下的痕迹。你爪子嘛？我签字了嘛，你就给鉴定？你们技术科最近是不是饭不管饱啊？哎，表演行没看完呢。光看有个屁用？哎，这个号码是你的？啊，要不留你的？我没有户籍，你为什么不留刑警队的？还是那……何警官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分析那两个人消失的动机。哎，动机很清楚啊，就是恶作剧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那个女孩一进电梯就脱鞋？为什么脱了鞋要叼在嘴里面？为什么老人在出电梯前按下了所有按键？就是个恶作剧，明白吗？那他们为什么能从密闭的空间消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？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去袁龙里查清楚消失路径。这就是脱裤子放屁！你找着人了，什么路径就都出来了。哎，听指挥，找着这俩人，你的为什么，他们自然会回答你啊。我凭什么听你指挥？行啊。哎。来，等会儿，你看见那几个骑火3轮的没有？这样，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？你过去，如果你能打听出他们姓什么叫什么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；要是你打听不出来，那你就得听我的，怎么样？我不赌。你不是要查路径吗？我记得那2个人就是坐火3轮来的吧？各位司机师傅，你们好，我是南山分局刑警队的，想跟你们了解一下。哎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明白为什么不留警局的电话了吗？穿得跟钦差下乡似的，皮鞋西裤方便抓人吗？不接地气，还满口官话，连个骑火3轮的名字都打听不出来，还舔着脸要在这儿查案。哎，何警官，我大学期间研究中外各种典型失踪案，尤其是失踪人员的行为心理，我判断袁龙里这一起绝不是恶作剧那么简单。哦。那魏阳市渭南街道的失踪案查过吗？没有。知道为什么没有吗？我调到魏阳22年，在我管辖的地区，别说2条腿的人了，
就是4条腿的阿猫阿狗，只要有人报失踪，我闭着眼就能找出来，用不着研究什么古今中外的失踪案。但是你贴寻人启事等电话的办法，未免太被动了吧？你的主动是给别人添麻烦。我给谁添麻烦了？你把证物送到技术科，为什么要留我的名字？我昨天刚来报道，人家还不认我的签名。下车，自己坐车回警局，把有我名字那些送检单都给我撤回来。你送我去趟元龙里，我再查一遍现场。我欠你的。下车。单位的车我凭什么下去啊？单位的车，这是我私人的车，油钱都是我自己掏的，这些也是我自己花钱印的。你以为只有你有职业精神，我也有。下车。何警官，据我分析，失踪那2个人的离奇行为更像是受到了某种胁迫，才不得不那么做。而且好多命案都是从离奇失踪开始。哪来的命案？在我管辖的片区就没出现过命案，你一来就给我弄出一起命案来。墨菲定理听过吗？你越怕什么，就会越来什么。狗屁定理，狗屁命案。刚才打赌你是不是输了？输了就得听我的。我现在命令你回警局，把有我名字那些送检单都给我撤回来。何远航，你就不配当刑警。